杀金子轩，也就是你口中亲切的姐夫，是鬼将军温宁。现在温宁还活着，且被金家保护着，你却不敢向父亲要人。杀你父母的是岐山温氏，可灭岐山温氏的首功魏无羡却被你杀死，而后又将对岐山温氏的怨发泄到普通温姓百姓。仙门百家彼此传了眼神，这走向怎么变成互相扯遮羞布了？一时众人仿佛失去了发声，没有人敢出声，生怕下一刻金光瑶就把目标对准自己。失去了道德高地，谁还能名正言顺地指责兰陵金氏？金光瑶将成一双杏眼，充满了浓厚的杀欲，压着的声音仿佛是野兽进攻前的嘶吼声。金光瑶像是没听见江澄声音里的威胁，继续说道：江宗主，如果我没记错，杀死你姐姐之人也是魏无羡杀的。所以你到底做了什么呢？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亦或者欺软怕硬？金光瑶尾音上调，好像发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一般，表情多了几丝玩味。照理说自己接触过的夷陵老祖怎么都不像是个软角色，而且后面一图招揽时所查的云梦江家对魏无羡的态度可算不上好。反正在自己看来，比自己在金家待遇还差，没钱没权，时不时遭受2顿毒打，爹娘被辱骂，几乎就是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外人。而就是这样一个外人，却愿意为江家付出生命，云梦江氏又是用了什么招？你胡说，我阿姐为了救魏无羡而死，如果不是魏无羡在不夜天大开杀戒，我阿姐就不会死了。灵力帝招式朝着金光瑶使去，金光善大发慈悲给鬼修使了个眼色，拦住江澄的攻击。金光瑶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把这些自诩正义之事肮脏事抖落出来，对自己鬼道独立一派是好事。诸位家主，你们觉得江宗主之言可有理？金光瑶把话题抛给一旁看戏的众人，江澄的话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他解救了魏无羡，转头就把他解救的人给杀了，他姐不是白白送了一条命。可大家一时也摸不准金光瑶的心思，只能干巴巴地装鸵鸟。金光瑶也不恼，视线带过姑苏蓝氏与清河聂氏，那一向性子火爆的大哥竟然也开始沉默了。江婉莹的无礼怕也震惊他们了吧？哀江宗主，可知你阿姐一几乎没什么灵力的弱女子，如何从金陵抬到的不夜天？金光瑶抿了抿嘴唇，似乎想感叹些什么。我父亲都说了，若魏无羡愿为金家效命，就不会有那些事了。你真的是当局者迷吗？还是猜到了不敢对作为兰陵金氏的金宗主做什么？他说的不会是真的吧？一名家主低声对着身旁的家主询问道。被问的同样压低了声线，生怕被注意到。魏无羡血洗不夜天好像就是江厌离死后，我记得好像江厌离为魏无羡挡剑前就受伤了另一位参加过不夜天的宗主，忍不住加入了他们的讨论。但同样的是压低了声音，讨论着的几人不由毛骨悚然，背脊爬上一丝凉意。金光善谋划居然如此之深，江厌离的死法或许谁也定不了，但是他一定会死在不夜天。江厌离死后，夷陵老祖与云梦江氏彻底分道扬镳，再无交集。云梦江宗主带头围剿乱葬岗，也只有亲近之人才能知道魏无羡的弱点，给出致命一击。众人的低声讨论，魏婴自是听得见。魏婴垂下脑袋，部分发丝顺着他的动作遮住了面庞，隔绝了外界唯二会注意到他的目光。周云也没想到金光善能谋划至此，若放在朝堂也是极难对付。但金光瑶此番动作，周云摩擦了一下下巴，看向金光瑶的目光复杂了起来，这可不像是和金光善一路的样子。金光善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给夷陵老祖洗去冤屈，把一切的错归到金光善身上，他不会知道魏无羡回来了吧？想让魏无羡去对付金光善？周云也给自己的想法惊了一下，应该不会，应该是有其他打算。江澄僵硬着身躯，仿佛被点破了最不想听到的东西，只能死死地盯着金光瑶。他知道阿姐出现在不夜天有古怪，可是阿姐是为了魏无羡死的，不是吗？魏无羡就应该为阿姐的死负责，魏无羡就是欠了江家人命。父亲的捡养之恩，火烧莲花坞时母亲送其离开的救命之恩，这是魏无羡欠我们江家的，他还不清得？至于他为我江家报仇，不是应该的吗？他的命都是我江家给的，我要他的命哪里错了？对，没有错。而且魏无羡修的是为世不容的鬼道，
自己这是为了大义。江澄将脑海里乱成一团堪堪捋清思绪扔掉一边。金光瑶，你说这些想证明什么？魏无羡不该死，他该用那该死的邪门歪道给你金家卖命。是哦，魏无羡再怎么说也是鬼道老祖，若他没开这道，金光善哪里会建这么多炼尸场？可是好像不对，在魏无羡前也有人修了鬼道啊。什么鬼道仙道？你看看金宗主倒是修的先有做好事吗？做的坏事倒是比魏无羡还多得多得多。周云听着边上人聊着聊着，居然被江婉莹给带歪了，顺手回了两句：对吧？我就说哪里不对。岐山温氏修的仙，有干过人事吗？